一个德国战俘拿着丹麦国旗，丹麦长官发现了，马上一顿暴打。Das ist mein Land, habt ihr verstanden? Raus! Wir sind hier nicht willkommen! 这群德国俘虏的任务只有一个，就是充当活体地雷探测器，在丹麦那如诗如画的西海岸清除掉德军埋藏的150万枚各式地雷。而军官就是这群排雷德军的指挥者。军官一开始就注意到了，这群德国战俘其实都是10几岁的孩子，其中还有一对双胞胎兄弟，但在军官眼中，他们连猪狗也不如，只是排雷的工具而已。白茫茫的沙滩上，孩子们匍匐在地，用简陋的工具探测地雷。军官答应他们，每个人1小时排雷6颗，3个月后他们就可以回家了。回家的愿望是支撑孩子们挣扎下去的唯一理由。有想回到德国当一名学徒工的务实派，也有想加入重建德国队伍的责任派，还有只想啤酒和女孩的享乐派。只有年长的赫特明白，回家不过是一个梦想罢了。但孩子们坚定地认为，军官答应了自己，就肯定会做到。但排雷却没有给他们提供食物。一个少年想要去索要食物， Und ich weiß nicht, wenn das Essen kommt. Die Deutschen stehen hier nicht vorne in die Reihe. 孩子们只好去附近的农场偷饲料吃，但里面掺了老鼠的粪便，导致很多人都生病了。军官不允许他们请假，连休息1个小时都不可能。Hab ich nicht gehört? Zurück zum Arbeit, hab ich gesagt! Jetzt! 孩子们只好继续工作。排雷时，一个少年不停地呕吐，身体一直在抖。他的双臂被直接炸飞，痛苦地哀嚎着：“我想回家，我想找妈妈。”周围的农妇只是看了一眼，便关上了门。军官在屋内默默听着门外的哀嚎。当听到男孩说到妈妈的时候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出来给他打了一针镇静剂，叫来军医送去治疗。在农妇得知是家中的饲料让孩子们生病的时候，他开心地笑了。仇恨深植他的心中，只要人们心中弥漫着硝烟，战争就没有结束。军官让大家喝下大量的海水洗胃，可吐完之后更是饥肠辘辘。第二天，他来到军营，为孩子们偷取了食物，然而这一幕却被上尉看在了眼中。孩子们终于吃到了一顿饱饭之后，军官告诉他们：“你们的伙伴活下来了，等他的伤好了，我们就会送他回家。”事实上，少年已经死了。当晚偷来的食物惹来了麻烦。一群丹麦士兵在霸凌一个德国战俘，面对殴打和辱骂，他丝毫不敢还手，只能蜷缩在地上，任由摆布。一个少年挺身而出，想要保护同胞，上尉却直接掏出了枪。军官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上前制止了他们。Du er sikker på, det ikke er dig, der får ondt i røven? Nej, jeg finder det bare lidt besynderligt, du er nødt til at hente mad. Husk lige at gjorde. Eller det med os. 这些年轻的生命则被视为恶魔的后代。很快，悲剧再次袭来。一名少年在排雷时发现2颗地雷连在了一起，他大声向双胞胎兄弟喊道 ：“Ludwig, hier liegen 2 Minen übereinander。”可他们距离太远了，哥哥正在专心致志的排雷，全然没听到伙伴的喊叫。向上一提，弟弟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，一眨眼的功夫，哥哥在面前凭空消失了，只剩下空气中弥漫的硝烟。他急疯了，拼命的寻找，哥哥却早已尸骨无存。赶来的军官握紧双拳，他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给弟弟打一针镇静剂。军官意识到自己眼前的少年不是什么纳粹分子，而是盼望着早日归家与亲人团聚的孩子。军官开始对这群孩子态度缓和，他继续为孩子们偷食物，也不再把他们锁在屋内，甚至还会放他们1天假，一起在沙滩的安全区踢球。只是在一切即将好转的时候，一声爆炸声再次将军官拉回了战争的仇恨中。他的狗竟然在安全区被炸死了。他觉得孩子们欺骗了他，地雷根本没有排干净。纳粹不仅夺走了自己的家人朋友，现在连陪伴自己的狗也夺走了。他把怒火再次发泄在孩子们身上，让负责安全区的少年学狗叫，像狗一样捡球。为检验安全区是否真的安全，他让孩子们手挽着手站成一排，用身体开始排雷。那漫无边际的白沙滩原本应该是一片风景，但现在却意味着死亡。这天，农妇的女儿突然跑进了雷区，少年们马上准备排雷营救女孩。双胞胎弟弟却从另一侧走了进来，缓缓坐在女孩身边，和她讨论自己的哥哥。等到女孩被解救后，他并没有回去，而是微笑着走向深处，像他哥哥一样，永远消失在爆炸的烟雾中，尸骨无存。好在任务终于要结束了，几个少年一边将地雷装车，一边聊着回家后的理想，脸上挂满了美好的憧憬，却突然
一颗意外被触发的地雷将男孩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那一瞬间。完成任务后，德国少年只剩下最后4个，他们坐上车准备离开，可这辆车通往的不是家乡，而是更大的雷区，继续排雷直到被炸死。军官也被欺骗了，他愤怒地找到上尉。Det er små drenge, Ebbe. Små drenge, der råber på deres mor, når de bliver bange. Eller får sprunget arme og ben af. Ordren er gennemført. 来到新雷区的4个少年又被送上一辆车，他们不知道车将开向哪里，是雷区还是将自己直接射杀。但下车后看到的却是军官。Der er en lang. Grenze ist wahrscheinlich 500 Meter entfernt. Und seid ihr in Deutschland? 军官做出了一个选择，他放走了那几个幸存下来的孩子，让他们越过国境线。从军人的身份上说，他犯了个大错；但从人的角度上说，他用自己的善举真正终结了战争，排除了心中的一颗地雷。